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阴德深厚的人往往有此面相。阴德是指能在阴间积下功德的善事，有阴德的人做好事不留名，并且子孙后代也能享受到阴德的福气庇护。阴德很深的人有福气，在遇到波折和坎坷的时候便可以顺利度过劫难。判断一个人的阴德是否深重，我们往往可以从面相看出。那么什么阴德深厚的人有什么样的面相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一、印堂开阔。印堂开阔的人都是深明大义之人，内心正直大义，是相当有福气的。无论男女，印堂开阔的都是阴德很深的，他们本身就极有福气。这类人福泽深厚，能够交好运，印堂开阔，看起来非常大气，而且也很慈祥，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比较端庄的。广积阴德的人内心开阔，自然也就会生出这样的端正的相貌来。二、相貌庄严。相貌庄严是阴德深厚的一种体现。我们从很多影视作品中也会发现，那些正义的角色大多数都长得比较庄严，代表着公允和正直的人物都被刻画成了严肃的样子，让人一看就能从他身上感觉到源源不断的正义感。那些能够镇压邪祟的神明大多也都长得比较凶悍，例如貔貅、关公等，这样才对邪魅之物具有震慑力。因此，阴德深厚之人的长相也会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，相貌庄严，正义凛然。三、目光随和。虽然阴德深厚的人长相比较威严，但是这类人的目光却比较随和，因为心怀慈悲，所以眼神中总是蕴含着善意。阴德深厚的人在生活中也非常乐于帮助别人，替别人排忧解难，因此他们整个人的磁场都是非常友好的，目光慈祥，让人觉得很亲近，没有什么距离感。相由心生，说的就是一个人的长相将会反映出他内心深处的想法。随着性格的变化，一个狡诈奸佞之人长相也会非常狡猾险恶，一个斤斤计较的人长相也会随之变得贼眉鼠眼。给人第一印象就很随和亲和的人，往往都是福泽厚重的，也比较值得信任。四、面颊红润饱满。面颊红润饱满的人一看就是相当有福的，因为一个人所做过的善事将会积下福德。阴德深的人必定也会身体健康，气色看起来红润，面颊饱满。越是喜欢做善事的人，就越是会为自己积下福气。面颊是否红润饱满，便是阴德深厚的表现。五、五官端正。阴德深厚的人可能相貌并不是个个拔尖儿，但是必定是五官端正的，长相看起来比较舒服，让人觉得很温柔。而那些损事儿做尽的人，五官给人的压迫感很强，让人极不舒服，看起来比较狰狞。六、阴质纹深重。阴质纹位于一个人眼睛的下方，阴德深的人眼睛下方的纹路便会很重。一个人积下的阴德越深，阴质纹就会越重，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呈现出来。有阴质纹的人福气旺盛，一生的命运也都会昌盛，并且还能够长寿，生活美满。七、额头圆润。额头宽广的人，尤其在靠近发际线的位置，看起来非常的圆润饱满。而在面相当中，额头代表着天庭，而天庭象征着一个人未来的运势和发展情况。如果额头越宽广，也就意味着福泽越深厚，而且在打拼的过程当中，也就能够得到六亲的支持和帮助。额头宽广的人心胸也很宽阔，为人豁达，乐观向上，正能量十足，从来不抱怨，更不会推卸自己的责任。这种类型的人虽说早年经历比较坎坷，但是未来的生活却一片光明。八、耳垂厚大。在相学当中，耳垂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体情况，耳垂越厚大，说明身体状态越好，将来不容易遭受疾病的侵袭。另外，耳垂厚大的人大多晚年运势极佳，不管早年的经历有多么的坎坷，但是到了晚年阶段，他们的生活状态都会呈现得很富足，也非常安逸。因为耳垂厚大的人拥有着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，在逆境当中能够不屈不挠，而且他们的子女运特别好，将来从子女身上会得到不少的福气与回报。
9. 下巴圆润。阴德很深的第3个特征是下巴圆润。根据相学的说法，下巴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财运情况。下巴如果尖锐的话，往往会给人一种尖酸刻薄、狭隘自私自利的感觉。这种人虽然可能会得到一时的财富，但是想要拥有稳定的经济生活，则是比较困难的。而如果一个人的下巴比较圆润，说明此人心态好，积极向上，豁达乐观，为人真挚，努力上进，属于很有智慧以及学识的一类人。10. 鼻梁高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人山根高挺，鼻梁没有驼峰的话，也是非常好的面相。因为在五官当中，鼻子代表着财帛宫，掌管着一个人的财运情况，而山根越高，说明挣钱能力越强。大多数的人都能够衣食无忧，拥有数不尽的产业和荣华。山根高挺的人目光远大，意志力坚定，不容易受到外界的蛊惑和影响。只要是想做的事情，都能够取得成功，也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。山根高挺，人家庭和睦，生活富裕，在事业上也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，可以说是各方面的发展都让人无比羡慕。11. 头发顺滑。如果一个人的毛发没有逆散，无论眉毛、睫毛、胡须都是如此，说明是很有阴德的人。头发不杂乱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此人心地善良，没有叛逆之心，而且为人老实忠厚，心无城府，在生活当中不怕吃亏，很有付出精神。这种类型的人很值得深交，所以他们在人际关系好，命中有贵人相助，可以轻松实现自己的理想。12. 眼睛深邃有神儿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人的眼睛深邃有神儿的话，也是有阴德的面相。眼睛深邃有神儿的人，自身阴德很深，福气满满，财运极佳，大多数人都能够成为豪门富贵，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整个家族的命运。13. 眼隐隐卧蚕。中医都知道，眼下黑暗下陷是严重的肾亏，肾主精气，精气严重亏损，云和正道，精气饱满来源于清心寡欲，故有道之士的眼下是平满，如隐隐卧蚕的。因为眼下大吉之色是黄明之色，如蚕之色，故称隐隐卧蚕。另外，发大悲心，行大愿，常行善事的人，眼下会一重一重，细如丝，发光发亮的阴德纹。14. 延寿毛相。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，不悔不疑，至晚年眉尾会生出3、5条特别长的眉毛，此眉名五彩眉，乃得众望、延年益寿之征兆。又耳内生毛，乃高寿之吉兆。又中老年人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，亦是吉兆。如果中老年人头发从头顶向前脱发，从里到外脱发，乃凶兆，行欠缺之当，当止恶行善，转厄运为吉祥。当然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得知自己已经通过行善或作恶改变了命运，但篇幅有限，我略说之，以期众人了知命运乃至自己所做之善恶因果所致，并能勤行诸善，广利众生。15. 掌纹清晰。掌纹清晰的首相为人是单纯的，他们很善良，就算别人对他们抱有恶意，也不会对对方有意见。他们的生活很简单，虽然没有什么大富大贵，但是也不会有什么挫折和磨难，一生都非常的简单顺遂，不需要为生活烦恼。虽然说平凡，但是确实别人最羡慕的生活。16. 手掌肥厚。手掌肥厚的首相在婚姻上就是人生赢家，他们在感情上面不会遇见渣渣，可以说一恋爱就遇见了那个真心和自己相爱的人。他们会很顺利地走进婚姻殿堂，夫妻关系和谐幸福，子女各有各的成就，完全不需要他们去担心。他们的婚姻是所有人羡慕却又得不到的。17. 手指有肉。手指有肉的首相身体是非常强壮的，他们很少会有累的时候，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都能够保持活力。他们有足够的精神去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上面，对待自己的家人也非常的有爱。他们的一生都很顺利，没有什么太大的烦恼，就算有，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很快就会解决掉。如何从面相上查看一个人福德多寡？所谓阴德，就是指暗中做有德于人的事儿。如果一个人做了好事儿，只有自己知道，这种行为就可以积累到阴德。所谓阳德，就是有漏之福。有些人经常行善积德，但却同时又消耗自己的福德，
假如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儿，又享受到了这件事给他带来的荣誉感和自豪感，那么他所积累的福报就会被消耗掉。而阴德不同，阴德是无漏之福，简单去理解就是你积累了福报以后，不去消耗福报，使福报一直凝聚在你身上。时间久了，你身上的福报越来越大，甚至可以惠及子孙后代。而一个人有没有阴德，都会在身上体现出来。比如说阴质纹，就是讲人积累了阴德，就会在脸上留下痕迹。那如果做了缺德事儿，身上也应该会留下痕迹，这个是一定的。通过五官可以看一个财运、父母、子女、福德、寿夭。那一个人命运是怎么回事呢？那就是天道成父，就是过去的善恶因在人身上留下痕迹，可以看清自己，看到自己哪里不足，哪里需要加强。做了一点亏心事儿或者一点点善念，在脸上不能一下子表现出来。但你如果做了大坏事或者大善事，多坏事或者多善事，脸上就会体现出来。表现做坏事或者善事的缺德纹或者阴德纹，主要是在这几个地方表现。一、印堂。在面相学中，印堂被称为命宫，主人一生荣枯。人假如做了亏心事儿，或者祖上失德，或者前世失德，在印堂处便会有一条悬针纹。这条悬针纹上克父母，下克妻儿。我有一个同事就是有此悬针纹，真的是上克父母，下克妻儿。这个克不一定是克死，非常多的都给父母妻儿带来非常多的麻烦及不幸。后来我教他放生行善改过，约3年后，我发现他的悬针纹转角了。他的悬针纹本来是垂直的，后来变弯了，转到一边去了，这就叫做悬针转角，转厄运为吉祥。他从前总是倒霉，父母妻儿4人总是轮流生病，他赚多少钱都不够给家人看病的，生活上也总是百不如意。可是现在生活慢慢顺利顺心，开始从倒霉转向如意了。2、眼下。眼下称为子息宫、阴德宫，主要是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。从小眼下或是平满的，有黄明之光的，是为有素德、有仙骨。从小就有眼袋或者黑眼圈的，或者眼袋下陷，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，先天肾虚。所以相法上说，这种人子息弱，不容易生孩子。所以这种要勤修静，清心寡欲，广积阴德。眼隐隐卧蚕，中医都知道，眼下黑暗下陷是严重的肾亏，肾主精气，精气严重亏损，云何正道？精气饱满来源于清心寡欲，故有道之士的眼下是平满的，如隐隐卧蚕。因为眼下大吉之色是黄明之色，如蚕之色，故称为隐隐卧蚕。广积阴德，做了很多善事的人，眼下会有1重或者2重或者3重细如丝的细纹，此纹细而有光泽优美，是名阴德纹。若果善人行善，广利众生，眼下就会出现此纹。如果你常行善，眼下出现了阴德纹，那恭喜你，这是增福延寿、子贤孙贵之征兆。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，即发不善之心，眼下就会发黑下陷。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，真正严重的是眼下出现竖纹，如针刺眼，此乃克子行孙之征兆。3、脖子光亮。人要的长生不老，青春常驻，脖子上的喉轮要打开。如果一个人的喉轮打开后，不管是100岁200岁，脖子都是不显老的。4、法令纹。法令纹也是表现一个人德行的纹，此纹一般中年后才出现，法令入口，名为饿死相，又名横蛇入口。虽然法令入口不一定饿死，但最起码老来孤苦。此纹是随着人的心态行为变的，行恶则入口，行善则可把腾蛇入口变为贴口延长之下巴，这种法令称为寿带。如果你的长辈有这种法令入口纹，不要紧，反省忏悔，常行诸善，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。如果原先只有一条法令纹，后来行善改过后，在原先的法令上像树枝一样又生出一条，名双龙出海，既寿有富贵之征兆，乃善也福报。5、延寿毛相。
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，不悔不移，至晚年，眉尾会生出3、5条特长的眉毛，此眉名五彩眉，乃德高望重、延年益寿之征兆。又耳内生毛，乃高寿之吉兆。又中老年人头发从额头、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，乃是吉兆。如果中老年人头发从头顶百会处向前脱发，从里到外脱发，乃凶兆。德行欠缺之象，当止恶行善，转厄运为吉祥。当然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得知自己已经通过行善或者作恶改变的命运，但篇幅有限，我略说之。以其众人了解命运乃自己所做事善恶因果所致，并能勤行诸善，广利众生。用一句话讲，就是做人要修阴德，积累阴德。做阴德就是带着无求的心去做善事，也不图回报，不图看好的去做，这就是阴德。不管出家在家，做阴德事都是必须的。天地之间有股大的力量在操控着，当从阴至文就可以看出，人做的一切都逃不过天的眼睛，所以无论如何，先积累阴德很关键。下面这4件事最积阴德，一定要多去做，哪怕你经常做1件事，也会功德无量。第一件事，多结善缘。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，不要与人结下恶缘，广结善缘其实就是在积累福报。佛教认为世间一切皆因缘和合而成，人与人会相遇，也是因为有因缘的和合。如果你经常结恶缘，就是会经常遇到使你倒霉的人和事儿，就会经常损耗自己的福报。若是能广结善缘，哪怕与人相处时，经常学会换位思考，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问题，坚持这样去做，就能够积累无量的功德。积德行善不在于你做了多么伟大的事业，而是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小事积累而成。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只要坚持与身边的人结下善缘，将来你就能收获善果。第2件事，相信因果。古话说举头3尺有神明，其实这里的神明无非就是因果，因果报应是真实不虚的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做人就算无人看见，恶因也必然会形成恶果。古人说，莫疑因果无人见，远在儿孙近在身。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相信因果的人，这件事本身就是功德无量的大善事。很多人认为行善就一定要有行动才行，其实不然。一个人只要心生善念，这个善念也是一件善事，也会带来一个善果。佛教认为是众生造业，除了行为，还有他的意识和想法。想法是善的，就会造下善业；想法是恶的，自然也会招来恶果。第3件事，精进口业。佛教认为说话其实也会损耗福报，说话其实也能够积累福报，就看你经常说什么话。口业是患苦之门，祸累之始。如果你能去清净自己的口业，不说妄语、两舌、恶口这些造恶业的话，经常说善语、利益他人的话，福报就会越积越多。要想积阴德留给子孙后代，平时就一定要修口业，不要乱说话，尽量少说话，多做事儿，能不说话就不要说话。第4件事，孝顺父母。孝顺父母是最积福报的。佛教经典说，善男子是故汝等，勤加修习，孝养父母，若人供佛福等无异。其实孝顺父母就是在供养佛菩萨，只要坚持孝顺父母，功德远远大于你每天都去烧香拜佛。经常孝顺父母的人可以得到4种善果：第1，颜色端正；第2，气力丰强；第3，安稳无病；第4，健康长寿。或许有朋友要问，积阳德行不行？能否也有好效果？小酱汁以为，凡是积德不分阴阳总是好的。比如企业家们慷慨捐赠救灾，或者是出钱修建学校等等。比如大家自愿做好事，为他人的生存或者幸福出微薄之力，都是积德，都能使自己和家人延年益寿，幸福人生。小酱汁再次与朋友们共勉：1命2运3风水，4积德来5读书。风水和积德就在大家身边。寿命长的人，相貌通常有什么表现？若你占3个，那恭喜了，
谁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，但是人都会有生老病死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，所以就会很注重养生，希望自己的身体是个好身体。不过呢，一个人是否长命，从面相大概就能略知一二，有些都是命中注定。那么什么面相的男人是短命面相呢？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眼神游离的男人。做一个男人的眼神总是处于游离状态，双眼无神，不够坚定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属于胆小怕事的类型，要么就是喜欢说谎，为人缺乏自信，遇事缺少决断能力，喜欢抱怨，一生没有什么大成就，并且看上去会显得气势不足，也是体内元气散乱不聚的表现。这种面相的男人一般做事总是显得精力不足，并且常常遭遇意外，健康方面也容易出问题，为短寿之相。这样的人一般健康方面都是很少注意的，因此他们的发展一般都不会很好的。二、天中凹陷的男人。天中凹陷就是额头中间的凹陷，天中在面相中指的是额头正中间的位置，刚好位于印堂之上的地方。天中也是官禄宫，与我们的事业、官运息息相关。同时，天中的面相也反映一个人的寿命长短。一个人天中要是饱满，那么此人不仅运势很好，且身体健康，是长寿命。如果一个人的天中凹陷，那么这个人不仅运气不好，而且身体不好，寿命短。因此，天中凹陷的人要注意自己，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。三、人中长则寿长，人中短则寿短。人中就是我们嘴唇上方中间凹陷进去的那个位置，若是人中长，则表示寿命长；若是人中短，则相反。人中是任督二脉交汇点，统帅全身阴阳二气，统领奇经八脉。为什么人晕厥等突发事件多按压人中，刺激穴位，也是因为人中位置太重要了。人中长不足喜，嘴皮薄，浅露无沟亦不足寿。而人中短也不见得短命，人中除嘴唇厚实饱满，无痕无痣无斑，接主不妨寿元。如果人中断了，有横纹有坑凹，多主短命。四、印堂凹陷的男人。一个人的印堂饱满有光泽，那么这个人的运势会很不错，且寿元佳，能够长命百岁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印堂凹陷或者暗淡发青发黑，那么这个人就需要注意了，运势会很不好，身体健康容易受损，做事总会事事不顺。如果一旦有此特征，那么凡事一定要多注意，否则就会容易出事。五、耳轮枯黄的男人。耳朵是肾根，先天之本。一个人的耳朵形状生得不好没关系，只是说明小时候出生比较差，吃过苦。但是如果耳朵的气色不好，那么就是先天肾气不足。一个人一旦肾气枯萎，那么整个人就会虚脱，生命力就没有那么顽强。耳朵黑暗枯黄，血不足润，则肾水不能养命，就会缩短寿命。六、嘴唇不对称、歪斜不正的男人。这种嘴型多难以享受福禄，嘴巴主60岁后，嘴型歪主下庭破相了。再遇上老婆婆嘴、地包天、吹火嘴、龅牙露齿，都主不长寿。七、山根断、鼻歪斜的男人。鼻子是男人寿根，鼻子大的性欲强，鼻子歪斜人品不正，事业就更不用说了。鼻子管着中年时运，歪斜不正，如何有发展良好的事业？如果鼻子长得没有气势，山根断裂续接不上，主短命。八、耳垂结实的男人。耳垂结实的男人会比较短命，就是因为他们怒火太旺了，时不时就在生气发飙，而这样对别人没有什么影响，反而是自己的身体都被搞坏掉了。耳垂结实的男人就是不太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，他们很容易就会被别人影响，而且一气都要气好久，气完之后自己整个人也都不好了。九、眉毛杂乱的男人。眉毛杂乱的男人整天都在熬夜，他们是那种一到夜深人静就会特别精神的那种人。你若问他们都在忙些什么，
其实他们又什么事都没做，他们就是抱着个手机刷屏，已经刷到很无聊了，没有任何东西看了，他们还是舍不得睡觉。所以这样熬夜会让他们精神越发的不好，也很容易会短命的。10. 眼球外凸的男人。眼球外凸的男人会给自己施加很大的压力，他们太想要让家里人过好的生活了，所以平常自己一点都不敢停歇下来，他们稍微停一下就会特别的心虚，然后又会开始逼着自己行动起来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们会忙到心力交瘁，最后或许会颇有成就，但是身体也都被搞坏了。11. 山根有横纹的男人。山根有横纹的男人会短命，是因为他们特别的讳疾忌医，他们是那种身体不舒服也不敢去医院的人，因为他们很害怕结果会不好，他们承受不起那个打击，他们总是会自己在那吓唬自己，所以原先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但是被他们这样一拖再拖，就真的是变得严重起来了。12. 鼻梁有结的男人。鼻梁有结的男人在饮食上对自己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控制，他们总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才不管自己的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住。他们太喜欢美食了，所以看到好吃的食物自己就会开始暴饮暴食了。他们当下是很满足了，但是过后他们的身体就会因为肥胖出现各种问题，而且也很容易会短命。很多人其实明知道一些行为不好，但他们还是选择了恣意妄为，因为他们会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质量，不是长度，只是我们本可以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，而不是抽烟喝酒跟熬夜，这样的快乐其实并不是真的快乐。13. 面小鼻低吃食如鼠的男人。脸小，脸型跟个枣核一样，两头尖，中间宽，但是脸无肉，鼻子窄小，鼻翼也小，吃东西跟兔子、老鼠一些小动物一样，一撮一撮的，还有吃东西到处滴沥的，一点不注意的，都是夭折早死的象。14. 下巴短促的男人。如果一个男人的下巴是短促尖削的，那这样的人面相肯定是不好，他们的晚年生活非常不顺利，经常都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，而且身体也不健康，难以长寿的他们会早死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宽而长地格的位置是饱满方圆的，整体看上去是特别的长，那他们的晚年会很好，一定能享受荣华富贵，而且是长寿的人。15. 耳骨遏制的男人。耳朵有痣其实是还不错的，但若是耳骨上长有遏制的人，有着较为叛逆的个性，凡事都不会循规蹈矩，且脾气急躁，行事冲动，从不考虑后果，因此这一类人经常会遭遇意外之事。山根部位赤筋滑断的人，身体健康状况并不是很好，灾祸连接不断的发生，因此凡事要特别注意一切，不要粗心，这样才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灾难发生。16. 嘴唇呈紫黑色的男人。一个人的嘴唇是很重要的，这个部位一定不能忽略。如果一个人的嘴唇颜色是比较白的，那说明了这个人贫血，唇色过于红润的话也不好，代表的就是上火。而嘴唇呈紫黑色的，那可能就是需要供氧，或者就是供血不足的样子，他们血液当中的养分是不能很好的送达到身体的各个部位，他们很有可能会患有心脏衰竭或者肺部有疾病，他们是个不能长寿的人，肯定会早死。嫁人就不要嫁给这样的男人了。我们人人都想长命百岁，但是我们的命运都不同，不是人人都能长命，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遇到许多不同的事情，更是会有着一些意外，甚至是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。以上几种面相的男人就是注定短命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